你好，我是 Alex 阿力。我们今天视频呢，主要来聊一下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啊。那么第一呢，就是明天又到了加息的日子了啊，以及这个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又要发表重要讲话了。那每当这个时刻大家都要注意多空双报啊，我会在视频里面详细跟大家说明。那么第二呢，就是鉴于最近狗狗币备受热钱的追捧啊，那么我们今天看了一下这个狗狗币的大数据啊，我将在视频中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一些对狗狗币的走势的一些看法啊。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啊，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点点滴滴的影响啊。另外，我在这个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部分啊，美联储将于美国时间明天早上宣布加息的力度啊，以及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会发表重要的讲话。整个金融市场呢，对于明天加息的力度其实呢已经得到了几乎非常确切的答案，那就是75个基点。所以这一点上几乎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之前美联储放出来的12月份放缓加息的步伐的这种信息啊，也就是说加息10个基点的这种利好信息已经得到市场的这种反弹的正向的反馈了。那目前突然出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议员以及高官接二连三写给鲍威尔的信要求鲍威尔减缓加息的步伐。那鲍威尔表示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所以明天早上的讲话呢，充满了不确定性本来就是很确定的事情了，结果这些高官呢威胁了一下鲍威尔，这老爷子就不干了所以说，万一美联储明天早上来一个鹰派的讲话，那明天的金融市场就有的好看了。那最近美股和币圈都有一定程度的反弹的行情这是美联储不愿意看到的情景之前我在视频里面多次也说到过是鲍威尔以及美联储，他是希望看到这种资产的降价，包括这种金融市场，包括房地产行业，甚至呢他们想看到美国人民的失业。但是呢美国政府又持不同的态度因为这个中期选举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了，所以美国政府的高官呢也是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那民主党眼看着就可能要失去众议院了如果说不给美联储施加点压力的话，那自己的日子也难过了。那根据目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Nikkei Timiro 的推文这哥们儿呢最近一段时间传达的呢都是美联储的真实信息就是他的信息的可信度非常强。那号称美联储的传话筒，他说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份减缓加息，那这是之前他放出来的消息但是终端利息6%是不会改变的。言外之意呢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反正最后的利率呢是6%，那明天加完这个美联储的利息呢就是4%了，那还有200个基点那看大家是愿意再来2次75个基点呢，就是说12月份来一次，明年1月份来一次，然后明年的2月份最后一次来一个50个基点，那还是说先来50个基点，就12月份50个基点，然后呢在后面再来2个75呢？那不管怎么说，那美联储最后呢一定要完成他们的任务不管经济烂到什么样，资产降到什么样，美股跌成什么样，那美联储呢都通通不管，美联储就是负责呢要把利率升上去。那从这一点上看那我认为最好还是快刀斩乱麻，加到这个目标位置，早剃头早凉快，对吧？那不行再想别的办法。那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猜测出来明天鲍威尔会怎么样去吓唬这个市场，怎么样去表达他的这种鹰派的这种态度我们是无法去推测到的。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呢，就是根据前面几个月的经验就是在这种紧要的关头，我们大家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的不要去开合约单，不要在他讲话之前进行操作不管是你做多也好，做空也好，你明天呢都会发现你的合约会被爆仓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不是1次2次了，每次都有朋友在我的这个免费的电报群抱怨在这个紧要关头也是合约的庄家进行收割的时候，如果说鲍威尔明天讲话鹰派气息很浓，那么就会往下狠狠的插针
插针之后呢，半天后或者是1天之后，这种多单爆的差不多的时候啊，再往上进行插针爆掉空单。如果说相反的话，他如果说明天表达的态度非常的鸽派的话，那就是反着来了，对吧？那因为无法猜测到鲍威尔会说什么，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赌这种多空双爆的行情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视频的第2部分，那狗狗币的大数据以及狗狗币合约的一些情况，通过这些分析，或许呢我们能够得到就是这一波狗狗币的主力资金的一些动态。那首先我们看这个图片这是目前所有的这个狗狗币的价格区间内的一个地址的汇总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绿色部分的持仓的成本呢，在 0.06 以下的是非常的多说明呢早期买入狗狗币的地址呢有很多是一直持有到现在。然后呢，红色部分呢，在 0.26 到 0.6 之间站岗的人也是非常多的这也是狗狗币往上冲锋的时候的抛售压力的所在。那这2个区间的平均的成本呢是 0.21 和 0.38， 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如果说狗狗币往上拉升的话，在这2个价格上呢会有很大的阻力出现。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近狗狗币爆仓的数据从上周开始拉盘总有很多的散户呢去做空狗狗币。其实这个的也是思维惯性的一种，我们上期节目也讲到了，很多人会觉得熊市中即便有很大的利好，那狗狗币也就是往上冲一下就软了。那我在我的群里面听到无数次这样的论调，所以说前面每次当马斯克去喊单的时候，狗狗币就短时间的拉一下，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很多人根据这个判断的去做空狗狗币，确实也赚到了一点钱。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拉升跟前面的都不一样。所以说大家看到图片中的红色柱子有多大目前狗狗币全网的这个未平仓的合约呢，依然有8亿美元之多。24小时的合约的成交量呢是190亿美元。在合约方面这个狗狗币的交易量呢是排在了全网的第1位了那现货呢是排第3。目前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涨幅和成交量呢远远的不是牛市时候的水平那这就说明了更大体量的资金呢目前是没有进场的狗狗币呢目前只是吸引了一些热钱和游资。那大家要记住热钱和游资做的就是短线在没有确切性的重大利好的加持之下，更大规模的资金呢是不会轻易进场的，因为风险大，对吧？但是呢狗狗币的重大利好又完全是取决于马斯克，所以说这个世界首富的心思大家更是难以琢磨那说不准他的一个想法，一个推特或者是脑子一热，狗狗币就真的上千了这都是很难讲的。那我们结合第一部分讲到的这个明天鲍威尔讲话很有可能狗狗币也会跟着一起做这种多空双爆的这种行情如果说短时间内出现暴跌呢，是不是又是一个上车的好时机呢？大家如果说激进一点的话，可以去抄底；保守的朋友呢，可以等等更大规模的这种抄底资金进场之后，你再去进场，再去布局也不晚。但是呢，根据我自己的这种判断就是说如果是出现这种插针的行情呢，你做一个短线呢也是非常划算的这2种有什么区别呢？肯定是有的，那就是价格不一样了等大资金都进场了，确定性强了，那价格呢也就上来了，因为这个时候呢风险也相对较小了。那我们接着看数据这个图片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排名前100的狗狗币持仓地址的变化目前我截图的是这个排名前19名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第1和第3的地址呢在减仓，第1的地址已经标注出来了，是这个 Robinhood。Robinhood 大家也都很清楚，那就是美国狗狗币散户最大的集散地那我看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就能明白了，这次的拉盘呢，小散们呢跑得比谁都快。如果说后面呢再出现拉盘，他们可能又拿着钱进场了，那这就是典型的散户的实际操作的手法那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以前也是这么做的，赚一点点钱呢就沾沾自喜，然后呢跑得比谁都快等你这个跑掉之后卖掉之后呢又往上拉盘了，就 FOMO 的不行继续呢就在高位以更高的这个成本价格又追进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被套了。那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呢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说在这个圈子如果说你能守得住，多拿一些时间就是超过一个周期的话，那一定是比频繁的操作的这种收益高很多。那前面的这些地址呢，大部分呢是进场的这些资金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推特上也看到有人说
看到这种狗狗币转到交易所的这种警报啊，这确实呢是有资金出场的可能性啊。那总之呢，我们没有办法精确的判断庄家的行为啊，大家不要猜啊，你猜不透的。那只能说呢，以不变应万变啊，静静的看着你们庄家去表演啊，静静的去等待马斯克下一个对狗狗币的猛烈的利好啊，静静的等待狗狗币上月球。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啊。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呢有所帮助的话，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